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这边第一位立法委员李坤城，吴哥好，大家好。时事评论人周永航老师，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远汉，吴哥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右边为你邀请到是台北市议员李博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邱明玉，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黄阳明，大家晚安。好，那有的事情现在查的到底怎么样？那当然有一个最新的进度是，中联的总经理本来不是2000万交保吗？好，那高院撤，然后接下来呢？接下来再发回地院跟裁，那跟裁以后，会不会被收押？而如果万一要是被收押，代表案情有另外一番的进展吗？好，那从中联开始，大家所有在问这整个过程到底是怎么样？民众什么时候能够吃到安心的油呢？好，这是一个话题。当然，对于所有的人来讲的话，选战当然一路往下打，2026早就已经开打了，甚或很多地方会被影响到2028。譬如说，你说在台北市，那讲完所有一切，会不会那也会从2026看到2028呢？好，那除了这个以外，新北今天有一份最新的民调出来，那到底会怎么样？如果从表面看起来的话，是不是大家真的打得跟麻花一样五五波？那细究下去，那未来到底对谁有利呢？不过对桃园这一局来看的话，四管那个风波是不是一路延烧再往上？对万民委员来讲的话，生活整个家族都受到了相关一些的检视，而这些检视，有人也在讲，那国民党的态度呢，甚或在这时候，包括地区上的一些蓝营的，不管是立委啦，或是议员。这些民意代表也纷纷表达了自己一些的看法，未来到底会怎么样？不过一开始让你看一下，部分国民党这些委员在看四广这件事情，他们是怎么看的？来，公职参选人还是有这个义务，希望大家说得清楚。过去的事情他自己要面对，那到底是真是假，其实都是有待公平的预设立场的方式去帮人家下结论的话，其实对所有的候选人，对所有辛苦的候选人一点都不公平。来，小雨，现在这件事情已经不是单纯四广阳的事了。四广阳开始到万民委员，当然你说这2天，然后包括有没有教师，然后有被人家那说要走人，然后这些对于万民委员讲，他直接出来就讲说没有这件事。那说子虚乌有 ，OK？ 那当然这件事情后续会不会有其他一些也要延烧，包括家族的她老公的建设公司啊，全部都是要检视。大家就来看是国民党的态度，包括议员的态度，你可以想象嘛，大家那吃那一锅粥，对，如果你退，我当然会有一些，但是委员呢，刚才像譬如邱若华这些是委员哦，对，桃园的蓝营委员哦，对，为什么他们会直接讲说你要出来讲清楚？坦白讲哈，就是我跑新闻这段期间，我从来没有看过一个市议员哦，只是一个市议员哦，而且他还不是当选人哎，他这个话题可以烧这么久哎。给你一个数字，那全中华民国参选这次市议员的，有900多位。哇，对，他是900分之是当选的名额。对啊，900多位，然后他在这里头被大家讨论成这个样子，是他自己大概都觉得。我何德何能？你们大家要有这么多的名嘴啦，包括委员啦、议员，大家来讨论我。确实啊，像比如说我碰到吴峥啊，或碰到这个老师嘛，就周伟豪老师，他们都从国外回来，想说哇，1个多礼拜了，还在四广阳，哇，这厉害哦！你现在如果出国1个礼拜回来，可能还有，那你就知道他到底，我们今天也在讲他到底做人有多差，怎么这个爆料一直源源不绝，然后那有的是真的，当然有的是假的，那也要靠他自己出来澄清。好，那回过头来，刚刚先从这个邱奕胜开始讲嘛，那个邱若华啦，好，议长邱若华是邱奕胜的这个侄女嘛？对，那我必须讲，我跑立法院，好，邱若华是很低调，因为他们这种地方型的这个立委哈，他从我面前走过，我可能都还不知道他是邱若华，你就知道他非常非常低调，你更不用讲说我们在连线街啊，或是在那个什么地图区会堵到他，因为他真的他很低调哈。那他这次啊会难得受访，而且是针对四广阳这件事情出来受访，然后他也是认为说这个四广阳应该要出来讲清楚、说明白哈。那当然大家某种程度会觉得说，那这个代表邱奕胜背后的这种势力啦哈，就 push 他一个从来没有任期4年的2年多都没有听他出来讲过话的人，接下来会出来讲。那当然有些人会牵扯到说这个邱家啦哈，就是说邱奕胜他们家族跟万美玲他们家族在地方的一些土地的恩怨啦，因为邱奕胜他们这边是就是跟建商跟土地是比较有连结，他们是个起家的嘛。那有地方的这个有说法啦，好是说万美玲他们家，等于说这个就是万美玲的老公啊，他们是很后面才进来插旗的，才进来插旗。那你
多多少少你去踩到人家的地盘啊，所以他们再加上说万美玲的作风比较强势，所以就看起来他在桃园的除了牛许婷这种新科议员跟他有稍微比较好一点之外，其实他跟其他桃园议员关系也没多好好，那你说这个士广阳这个宣布说他没有要接受国民党提名就是他自己又可能放弃提名，对，但是他还没有要退选对啊。那但是就像我们今天每日一报嘛，那你说这个国民党他们自己紧不紧张？当然紧张啊！就我了解说，他们今天早上9点半9点半，桃园市党部他们就找了当这个桃园区的议员，他们来开一个会。其实为什么？其实是因为这些桃园的议员每个人都打给那个蔡主委，就一直在跟他骂，一直跟他骂，就说你这个再不解决的话，这个可能要一失多命，大家的选情都会受到会烧到整个国民党的票。至少桃园，至少桃园啦那所以呢，这个蔡主委大概也被烦得受不了，就说好了，你们每个人都打给我这边一直骂，那不然大家当面来讲好了，当面大家来吐苦水啦然后就是有什么大家来讲，就开了，我记得应该是1个多小时的会吧。开完之后，结果我们打电话去，结果记者打电话去问他嘛，那他也是不敢讲，就不要再问我，不要再问我，意思就是说了，他也不否认说里面大家都有各种声音都有，对，大家都是抱怨、担心的啦、忧心的啦，要叫党中央赶快或者市党部赶快处理的都有，但是结论呢就是一个 no 数，就是什么都没有，就是他也没办法去拿士广阳怎么样，因为第一个人家都已经退出国民党了嘛，也不在你的控制范围内。他没有退出国民党了。他只是不接受国民党的征召跟提名，对啊，就是这个样。那好，那就是他唯一可以承诺的是说，就是国民党未来的组织组织盘就不会去支持士广阳啦。大概只有做到这样的结论可是问题是你士广阳没有在靠国民党的组织盘他靠的是他妈妈他妈妈动员。上次伟汉不是还说什么1/10就可以了，对？那对他，所以他根本就不需要靠你国民党的组织盘那大家怕的是说你这个舆论一直在发烧嘛。那今天最新的啦真的已经是就是连他大学作弊这件事情都拿出来讲这真的是夸张啦就说这个最近4叉猫啦，还有 Grace 他们都有陆续拿到一些爆料，就说士广阳他在大学的时候他虽然是社会系，可是他有选修这个公共行政系，一个叫做台湾政治发展的啦那他是基本上是期中考也作弊，期末考也作弊还都找同一个枪手那你说这个枪手呢我不知道说他这个截图是不是那个枪手传的啦，不知道啦但是至少这个截图就出来了嘛那就是有把他当时怎么样支援士广阳作弊的那个这个全部通通都写出来。可是我有去看那个题目就是说这个题目其实坦白讲你这个因为我们高中他是读这个台湾政治发展，比如说什么东印度公司啦、后藤新平啦这些都跟台湾是有相关的关系你也翻一下你翻一下，其实这种申论题也是可以写出来，可是你就是不念，所以你期中跟期末考你都要找枪手而且找同一个人。所以今天有网友就在开玩笑讲说你当时答应要请人家吃饭，因为他在后面有写说这个请你吃饭你是不是没有请人家吃饭，所以人家现在不爽这个留言他这个是2021年到2022年那也才5-6年，5-6年，所以他连这个截图都还留着所以搞到今天才来爆料那这个话说就是说他期中考的时候呢，他这个进去教室，他选在坐最后一排，然后他看到了那个题目之后，我们刚刚也在讨论说他怎么那么神奇他把那个题目先拍起来，然后带到厕所去，他就跟老师说我要上厕所我肚子痛他就带到厕所去，然后就把这个题目呢发给那个枪手，然后那个枪手呢看了那个题目之后，赶快打给他之后，然后再带回来再来抄，你看带回来抄，所以考试是可以看手机他带到厕所去，对，不是我说要带到厕所去，可是他总是回来以后要看，因为我怕他记不住嘛。因为他坐到最后一排嘛，所以我们刚刚也在问那个伟航老师。等一下伟航因为伟航在大学有教书嘛，对不对？等一下伟航来回应，因为跟我们以前考试的经验就不一样，对不对？老师很严格，就在教室里一直谁来谁去我想说，小武哥，我们那时候手机还不普及我们那时候没有手机，算了，换一个话题。换一个话题。我大学的时候当然没有手机那民国70几年，怎么会有手机？这个是枪手帮他打的答案然后他还就是这样用力抄，就是抄嘛，对不对然后就是开始，因为他说这个是申论题，他还叫那个枪手说你写仔细一点，因为这个是申论题那重点是说，你看他这个，他还说他去大便嘛，他去上厕所，他就说慢慢来我气很好，我也不知道考试跟气很好有什么关系。然后那个枪手还跟他讲说呢
那你这个慢慢变，慢慢变，好，他慢慢写了哈。然后他最后还写说，你看，哈哈，我这样写，我好像当不了哦，我直接抢到最后一排的位置哦，好像当不了啊，别再夸奖我棒的是你啊，有我在怎么能够被当？好啦，那我只能讲说，这个又是他这么多众多事件就再贴一桩。那只是大家今天好奇的是说，你从霸凌然后妈宝连交女朋友都还要靠妈妈，然后还有现在这个作弊枪手，你基本上什么事情，我们铁拳很多网友就说，那个大概我们也不用去租 Netflix 看那个铁拳教育，就每天看我们面对面政论节目，就可以把那个霸凌的事件全部都看了一遍。那你真的还不退选，你到底可以拖到什么时候？我也觉得国民党怎么不赶快快刀斩乱麻，这也蛮奇怪的。OK， 好，那因为当然这件事情到目前为止，那不管是万民委员，因为这是士广阳的事情嘛，那没有人问万委员这件事情。那士广阳到目前为止，当然他没有回应这件事情，因为他没有出面，所以也没有回应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对大家来讲的话，当然也想要听听看那个士广阳那自己针对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看。所以也没有回应这件事情，这件事情到底是不是真的？那对大家来讲的话，当然也想要听听看那个士广阳那自己针对这件事情到底会怎么看。但伟航来在大学教书，你自己看到这些，跟你自己的经验上面来讲的话，你对你的学生到底会怎么样？好，另外一个角度，现在很多事情已经不是士广阳的这件事了。而是包括万美委员，当然你讲说有人是不是讲到说他以前现在也是了，当教育文化委员的时候，有没有老师的那些事情，他直接出来跟你讲没有，子虚乌有。那这样子整件事情都过了吗？对于地方的庄脚，还记得那时候士广阳那些事的时候，有很多里长在下面还是有帮他们留言啊，还是有力挺啊。现在的态度呢？好，我想这个事情我们来把它稍微细分，因为大家都讲士广阳霸凌啦什么的哈。好像他就只有霸凌这个问题，但从早期的从国中同学、高中同学，以及甚至于幼儿园同学等等的爆料哈，有一些霸凌的成分在，但有一些也不能归类为霸凌。比如说像刚刚这个小玉所提到，今天新出来的这个大学同学的爆料了，我现在这个爆料是来自于上个礼拜王一川的挑衅了。王一川就说：“奇怪，怎么他读了3所大学都没有同学出来？真奇怪哈！马上就有同学就出来了哈，大家都把珍藏已久的这个讯息拿出来。可是这个人，如果这个为真，那这个人就是所谓的枪手啊。”那为什么要把这个东西拿出来告诉大家说，嘿，我是枪手？也不一定耶，搞不好他拿给他同学，他同学截图，不晓得啦。对啊，应该是这样讲啦哈，我来解释一下，这个枪手其实并不是帮他写答案的人，应该是在外面负责帮他 Google 的人，那个是 Google 到的东西，那个不是打的，因为他那个时间序很快，如果你用 key 的话，不可能那么快，一定是剪了贴上，所以这个事件应该是士广阳安排了另一个同学在外面接应他。那依照我在大学教书对于其他这个老师的现在的考试方式的理解，有些必修课当然可能比较严苛一点，但是明显像这一个比较偏向台湾政治史的这一个，其实题目已经很简单了啦那显然他都没有上课，所以需要完全同学的支持。那这一个期末考最不合理的事情是它是一个很长的时间轴。他在10点10分进去之后，10点13分拍照，10点14分说他在外面上厕所。这个不太合理，因为过去我们都知道考卷发了你就在那边作答，要么你就上完厕所进来，没有让你看完之后你还出去上厕所，这不合理嘛？那干脆大家就 open book 分数考了嘛所以代表这个市场管理本来就不是很严苛。那他叫他坐到最后一排啦，可能前面人很多啦。那负责监考的助教或老师本人可能只是在前面坐的滑手机等着你交上来。也就是说大家本来也不是特别的在意了据了解这好像是一个选修课那好像是跨系去选修的，可能大家还是想说就放你一马了。大家都知道现在大学的环境有时候老师也不太想过度要求学生，因为评鉴分数会掉下来。那我相信陈医生教授是不怕。好，但重点还是在于说，这只是他呈现他人品的这个部分就人品有问题嘛。那当然了今天比较争执的焦点是万美云特别发稿就是有一位老师啦因为在学校的这个教学的过程中，可能有指责部分学生，而后呢离职。
那这个外界包括那个班级的学生认为是万美玲施压，还一度写了个陈情函。但是呢，万美玲出来强调说她并没有施压，这个事情不是真的。校方也出来解释说，哦，没有，那个老师是自请离职了。但是呢，像 QN 黄琼慧议员，他有接到新年这位老师的选民服务案然后他有说，这个老师有跟他讲了另外一个版本的故事。所以到底孰是孰非，我是觉得，与其说发新闻稿做澄清，不如就开个记者会嘛。现在大家最期待的就是你出来开个记者会，让大家问好、问饱、问到爽。到底有没有投资鸡排？你要再次否认都可以，但重点在于说，妙就是妙在，这是一位里长陈信堂里长，他已经连任，就是他已经是要第3连任了要连任第3届。那这个里长是不是国民党籍？他还打败国民党籍，顺利连任成功。那当然，他最近的这些文章都是在嘲讽万美玲比如说这个人员真是不好这是讲那个我们刚才讲到作弊事件好，还有说他自己有去当兵这个有去教招啦就是有点暗讽士管。但是其实在更前面的文章，他有提到一个事件，当年他带那些李民团出去玩回来，原本的万美玲要来接，但他们晚了15分钟，结果他到场的时候，因为没办法，公巴团塞车什么的，那种游览车比较大嘛，结果万美玲居然把他臭骂一顿，他对于这件事情是耿耿于怀。所以到了现在呢，这刚好碰到你终于垮台了我就出来呛你几句。许多桃园区原本差不多跟那个士广阳同龄，甚至跟他大儿子同龄的人，也陆陆续续出来爆料。我想大家都收到非常多的爆料，包括我们时代力量也开始去检视万美玲家庭就是那个他先生的一些。这个所投资的那些建案，像这一些一并被拿出来检视的时候，它是士广阳退不退选的问题，已经不是了呢。现在已经演到你万美玲要不要开记者会，甚至你万美玲要不要退选的问题你会说退选什么？退选立委吗？但是也有人说万美玲锁定的是下一届的桃园市长2030所以这个就会使得问题更加复杂。你儿子选议员都已经有这么大的争议，你自己连任立委可能都会有困难了，你现在还要攻市长吗？而且包括像刚刚大家看到画面很少出现的邱若华都出来讲话。我在桃园有听到一个消息，就桃园那边的人告诉我一个消息，就是其实吕玉玲也不希望就觉得万美玲赶快把这个事情刷掉就好。为什么？因为吕玉玲自己也是妈妈是立委，儿子是选区的议员。桃园有太多这种复制的状况，人家都不希望被拿出来检视，所以万美玲现在真正面对的挑战，绝对不是什么四叉猫民进党，而是来自于党内自己的倾轧。因为我们今天现场有3位资深媒体人，那个小玉杨明跟伟汉，然后大家在政坛里面，你说跑立法院啦，跑很多的地方，看了这么多，一定也经历过很多。我们讲这次对万委员来讲的话，这绝对叫一个危机处理吧，这个过程 ，OK。所以这一段的过程到目前为止来看的话，等一下小玉刚刚有发表过，等一下我回头再问你一下，就是这件事情对他们来讲，显然他们是怎么样修说？这件事情到底该怎么解决？能够把这几年风波能够度过去，是士广阳一个人退选完就结束了吗？还是有其他一些方式？来，我看第一个，刚才讲从士广阳，后来到万美玲委员，也有相关一些的，不管叫爆料叫检视。那万委员今天也要出来讲说，对他愿意接受检视跟监督，但是不要去抹黑，包括她老公，那建设公司就整个家族现在全部都在这一波的检视里头了，尤其是政治人物跟利益公司之间的关系，所以大家在讲到她老公的建设公司啦，包括连他们家那个房子，她要出来跟你讲说中评段那不是公保地，类似这些。那现在呢？现在包括到了她老公的建设公司这一块该怎么办？还有就是刚才讲的那个，这整件事情，以你跑过这么久，该怎么解决？我第一次遇到的问题可能我在想说会讲到我们节目结束。这整件事情，以你跑过这么久，该怎么解决？
我第一次遇到的问题哈，可能我是想说会讲到我们节目结束，但我尽量浓缩好不好？跟小五哥还有面对面观众朋友报告。我常常跟因为我主持广播嘛，跟听众朋友讲，像我以前在念这个新闻系的时候，老师教我们什么是新闻，3个要素 ：people need to know, people want to know, human interest。那3个圆圈圈框起来，如果3个要素全部符合的时候，它就是3倍爆炸的大新闻。每一个小时你在 run 1个小时，怎么2点、3点、4点、5点都有这一题。那现在目前它黄金三角全部凑齐，广阳争议，美林作风，企业特权，3个都合在一起了。现在是一起烧，滚，以后它变成是一个龙卷风了。四广阳的部分因为刚刚前面来宾都大概都讲了，那你想想看他从一路从小到大的霸凌。然后呢，没有服兵役，自己报了，到现在还没解决啊。对啊，而且现在内政部你讲说有人检举了，你可以改体位，你36岁没到啊，你现在28岁啊，对啊，对不对？好，然后呢，还有考试作弊，那考试作弊这个还会老师底下。这我们那个年代我跟小哥一样是没有手机的年代。可是我刚刚也一直很怀疑，原来可以站到最后一位，坐最后面，我就可以拿手机。对，上厕所是上厕所，他拿手机拍。没有很多网友，其实小哥你知道，很多网友在讲说，既然我都有办法拿手机拍考卷了，我怎么不能拿手机查答案自己写？是啊，对，就是说可能连查答案的能力都没有，是不是？还都不要，不然手机都能传赖出去了。对啊。对不对？然后你还要别人查完再滚传给你再抄，所以这已经到了第一个，你这个是特权违法加没能力耶，没能力耶。我刚刚在讨论前还跟杨明在聊这一题，现在问题已经不是你的个人，我讲第一个叫广阳争议嘛，对不对？你的争议这么多之外，你到底有没有办法面对这些争议？不是他没有出来，现在对，那问题就是他没有出来这件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他妈妈阻止他出来？还是他真的没有办法出来开记者会？观众朋友，到现在为止，我看过2篇文，一个道歉影片。第一篇文是跟大家先道歉，第二篇文是什么？说我不要让国民党提名嘛。现在为什么会烧回国民党？我等一下讲到国民党就是因为四广阳议员参选人在这一波的这个就是桃园风暴过程当中，他身为风暴的核心，可他完全没有能力出来论述或者是澄清。然后反驳那些对他的不实指控，因为外媒委员讲有很多不实嘛。我们今天这样的节目不可以有不实指控。但是因为有人讲了以后，为什么万美玲委员跟你的儿子还有你的先生，那你们不是我不知道是真的假的啦？据说找了公关团队嘛。你应该可以每一天都打蛇打7寸嘛，这个错了那个错了以后，很多东西谣言止于智者。但有些事情显然你后续没有回应啊，比如说，既然现在已经收回来了，有没有考虑回去当兵？也没回答。好，那最重要一点是什么？参选人毕竟还是四广阳，2028年会是万北你的，那会不会有人出来竞争？那我们等一下再讲。这现在2026年今年目前放弃国民党提名的市议员参选人第一选区的那个人四广阳参选人本人居然没有到现在为止没有一场记者会，或者是上节目为自己辩护，没有。那我是觉得啦，我的主观看法就会，你会让桃园的选民怀疑你有没有能力当这个市议员。如果你连把自己的事情讲清楚都没有办法的话，你就会有问题。第二个就是儿子问题没扯完。可是呢，万美玲委员的作风1个、2个、3个一直被拉出来，那哪里怎么样，可能对谁比较严厉、比较凶，那就会拉扯到真的现在目前要万家要面对，对不起是4家要面对的是今年2026年的四广阳而已吗？还是还有2028的万美玲？很多人会讲说，我看你脑补吧，万美玲那么强，那么对不对？你都讲11万，这个对不对？9000票了，对，但是问题是，那下一次的选举还那么稳吗？然后党内。怎么样？就是没有开放大家挑战吗？就会有2028的想象。再来呢，是2032年的时候，好，就如果张善政顺利，人看起来机会，2030年对不起，讲错了，2030年的那个桃园市长选举的时候，万美委员是不是其中一个被考虑的人？那再来就是他这个先生的这个建设公司嘛。那观众朋友，因为最近大家都在谈因为这个我本身并没有就是这方面的专业，那我也上网查了一下，建筑法48条有规定。所有的这个取得建造的时候，必须那个建案是要有建筑线。那这什么意思我跟观众朋友简单讲，就是说你至少要有路可以过去啦。你路都过不去了，你卖那个房子，人家怎么进去？那大家就会回推，因为它这个海川运有好几个嘛，所以大家会上网去 Google， 而且会一直有人跑出来爆料，就说它的这个海川运的5期这个地方有没有在平镇的这里，它的这个路在原本因为观众朋友你看到这个有没有？这个房子就是在这个现场它的路的366号，旁边是不是一棵树？对，这个树到后来就
怎么讲移走，然后就变成一个巷子，所以368巷出来以后，海川5期就可以在里面了。那我今天有没有说这样子不行？我没有这个专业，我不知道。但是桃园市政府可以出来跟大家讲，有多少件是这样？那人家质疑你们是不是在农建地的取得跟盖房子过程当中，其实外面委员有回复哦，他就讲一切合法。还有他先生为什么申报没有在里面没有申报他的股份，他也讲一切合法嘛。可是，一切合法的这个论述的强度有没有办法让这个事情不用再讨论？所以我刚刚就讲了3个：果阳争议、美林作风跟企业是否有特权，打个问号啦。他并没有任何一方完全平息，那火就会继续烧嘛。我今天其实认为最重要，让我觉得最关注的是邱若华，因为邱若华就如同这个小玉讲的，他是一个极其低调的，我真的没有印象中他有讲过什么话。所以通常如果这种时候啦，你看国民党有几个立委出来讲这个话，几乎很少嘛，对不对？除非是像这个林佩祥被那个党团记者会，对他人家他跑不掉嘛，因为记者开完，他那天讲的不是这个内容，大家问嘛。那邱若华还可以选择就是对不起我，对，或是不回答。对，可他的回答是候选人自己要出来说明的时候，我觉得整个氛围在微妙的变化。因为虽然桃园真的啦，6席立委都是国民党，市长也是张善政，看起来我觉得就算是这样子一直烧下去，我都不敢说那个4广选不上的情况之下的时候，是不是已经开始出现党内有一些意见？压力也回到万美玲他们家身上。但是我想，如果我刚刚讲，你可不可以简单讲这件事要怎么解决？对整个4家或万家。对啊，对，小玉你不要笑，你等下回答节目禁止。我觉得啦哈，我觉得从一开始万美玲委员可能就没有风险评估清楚，觉得会这样。他儿子对，因为你要选都要考虑嘛，不要讲争议啦，你选得上选不上，财力要多少，然后呢谁是不是这个你总要评估嘛。那他们是不是完全漏掉了可能出现这个风暴的可能性？那就表示说把这件事情给小估了，低估了这个风暴的可能性。我会怀疑，就是他不知道他儿子出来选可能会有一些他们没有料想中的这些反弹声音，就是他的同学嘛。那我知道从3月到6月烧开来，真的烧开来之前这几个月。非常冷，非常低调的去应对的原因，就是说，甚至有人讲说，这个就是政治攻击嘛。那谁会去攻击一个我们都不认识的市议员？刚刚5哥讲900多个名额，对不对？2000个人在选啊，因为他是多的嘛。那2000分之一就千中选一，就要攻击他，没有这回事。那如果是攻击我万美玲，现在还没有选2028跟2030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他真的在过往的求学过程当中，有很多跟他可能合不来的同学。今天的这个例子也是嘛，那个人不叫枪手，他应该叫IT 工程师，是不是？这个 Tom Cruise 在前面，他们收东西帮你弄再传回给你。这个人他显然是跟他翻脸的，不然怎么把事情讲出来？这些东西没有评估，但是呢，现在目前只讲说不让这个就是不接受国民党的提名，放弃提名，他还要选的情况之下的时候，这话题除非有更大的新闻，他就会继续烧。那刚刚5哥问我怎么样最好？对啊，就是出来跟大家宣布，就是所有的这个过错深思检讨，宣布退选。这话题除非有更大的新闻，他就会继续烧。那刚刚5哥问我怎么样最好？对啊，就是出来跟大家宣布，就是所有的这个过错深思检讨，宣布退选，这个事情应该就可以翻页。OK， 来杨明，怎么解决这件事情？另外，这整件事情看起来，万委员本来是因为如果照本来他去那个广播那个在专访那一块是大家在过程讲说，当那块一出来以后，包括兵役啦什么全部都出来了。可是现在对万委员来讲，不管是当时始料未及，没想到怎么可能会烧成这样，或是当时根本没想到，都不管。但路已经走到这了，现在变成是万委员，因为台面上本来只有万美玲委员一个人，现在是因为4广阳要选，那现在呢，还是万美玲委员一个人要承担所有这些吗？其实本来4广阳就不是重点，重点都在万美玲身上。4广阳最好就是都不要出来，到8月那个登记的时候也不要出来登记，这个案子就结束了。这个才是对万美玲唯一的生路。不要登记就等于说是不选的意思，就是不选嘛。他只剩退选这条路了。简单讲啦，我们不需要花太多版面在4广阳身上。拜托，他什么咖？我们这么重要的节目，20几年的这种王牌政论节目，讨论4广阳讨论1个礼拜。好，我们换一个。
万美玲委员如果士广阳当选，士广阳你说黑历史那么多，各位啊，我的选区，我投票的选区有一位中华民国前10大枪击要犯啊，现任议员啊，我不讲名字啊，嘉义雨刷当选议员啊，你以为黑历史就不会当选啊？很抱歉，有地方实力的没有在怕，可是问题是这些人他没有一个爸爸，没有一个妈妈是现任的立委啊。现在是万美玲的问题，所以如果士广阳当选，第一个万美玲2028更难选。为什么？因为这一些黑历史会一直堆叠在你万美玲上。就你选那个的时候，对，一定会被拿出来，而且还会讲妈妈当立委，儿子当议员，都你家的哦。我们桃园是你万家，我们桃园是你万字辈的哦。好，再来2030年不用想市长了啦，吕玉玲跟万美玲一起双林出局啦。就因为吕玉玲儿子也是议员，小孩也是议员，是现任的，这样全部都要出局。他废话，不然呢？所以大家都觉得说，请问那谢依凤现在干嘛不选？为什么国民党现在不推谢依凤选？不是这样吗？就是因为家族。请问妈妈当市长，儿子当议员，像话吗？像话吗？桃园也发生过妈妈当议员，儿子当局长的啦。我们桃园很多奇怪的事情啦。但是如果士广阳落选，就算他参选到底落选，万美玲，我告诉你，2028一样难选。为什么？更惨，因为你这一局会把桃园地方说穿了，副议长的人谁的庄脚，开始地方就开始吵你了嘛。他就算落选，这些仇到时候还是要报。所以他的2028甚至党内可能会有挑战者。所以杨明，你刚才意思是说，他来选，当选很麻烦，落选很麻烦，所以只有一条路啊。对，这就是不要。然后呢，重点啦，如果你儿子靠你都是选不上，你有什么本钱连任立委跟去挑战市长？你更难选嘛。好，结论就是你只有退选这条路才能保你妈妈啦。所以要当一个孝顺的儿子，士广阳赶快退选啦。所以不是，刚刚杨明讲了，就是根本连登记都不要去了。当然啦，退选就没有退选，就是8月底就是一个 deadline。可是要到8月底哦。肖哥，我补充一下，我认同杨明的看法，毕竟他是桃园人，他看得更通透。可是呢，现在有个很关键的问题，我粗浅了解了哈，这个万美玲委员的想法好像跟杨明不一样。他的想法是什么？我了解他的想法是，我不知道会不会变啊。就至少在上礼拜的想法是，如果我没有办法守下来的话，我连士广阳都保不住，那我以后。好，2028跟2030怎么办？先不讲2030，我2028会不会被挑战？所以他本来的这个怎么讲，就是防守的策略是，就是不要用国民党提名，但对，但低调的把它守住它，叫请走基层嘛。但这2天其实确实，我也跟5个报告观众朋友报告哈，这个桃园的国民党是不是开始有点两派了？好，有另外一派是要保住万美玲的，开始讲说，这个都是里面自己人在扯后腿的，好，大家不要中计人，好，万美玲没有文媒这样讲那些是要保万美玲的，可是从这个邱若华，除非他是不小心讲出口，我没有办法确定，我不知道，因为他代表邱奕胜嘛，是吗？但他这样讲了以后，大家都会把它放大，是吗？所以我是觉得。我同意杨明的讲法，就是选上没选上都很麻烦，现在退选是最好。那你也不要等到那个到时候就登记，因为到8月还得了，就先讲了。对，你今天就宣布就是我就是退选，而且深自反省，所有东西都承担，然后也去当兵，也不过就4个月嘛。他是4个月，他是4个月的兵。对啊，那这个事情就不会再讨论啊。来，博玉要回答以前，小玉怎么解决？就是刚刚讲的，赶快出来讲不选了，去当兵。不，解决是一回事嘛。那当然大家知道明智的解决就是退选，然后要不要去当兵见仁见智啊。但是就是政治现实，爱就被推嘛。我就看你能跟我讲多久。我不要讲太快。小玉姐当然不希望他退啊，不是，他没有话可以。那么认真收集那么多资料，到时候都不能用了啊。我本来差点脱口而出说我不相信，我下礼拜坐在这边还在继续讲士广阳，我不敢讲。真的吗？我说我赶快收回去啊。对啊，但是至少你说这个话题要讲到128嘛，所以我觉得因为他的爸爸也是这个记者出身嘛，他已经也知道说台湾的新闻就是一直滚动。对啊，那也许下一个就马上就有大新闻，只是说最近因为新闻真的就比较淡一点，所以才会一直在讲士广阳。所以他们家一定希望赶快好国泰民安啦。但是就是新闻的滚动事件，也许就不一定会在聚焦身上，但他就可以平安的度过。OK， 但不会对国民党来讲的话，这题是不是真的很难？因为毕竟是同党同志。但是大家讲成这个样子，就算同党同志，也不可能有很多的事情闭着眼睛要去提，那也是这样。可是这整件事情烧起来，看起来，刚刚特别讲邱若华委员出来讲的时候，是不是代表桃园氛围有变？那这整个变对你们来讲的话，怎么样？第一个，不要让它外溢到其他地方嘛。
他就是在桃园最多，他怎么可能外溢？因为这2天有人就把包括蒋万安是不是有跟万美玲、跟四广阳当初有在什么样的活动有碰到那个什么合照，也把它拿出来。也就是说，这整件事情对你们来讲就赶快解决吧。四广阳要不要参选？原则上现在就国民党角度而言，我们没什么好说。他不是用我们党籍参选了，那他现在已经对，还有无党籍，那要不要选？当然尊重他，我们也不能说他选或不选，对，不是本党的，对。但同样的话说，我也必须要讲，我个人认为这次如果四广阳坚持参选，是一个赌注。多大的赌注？我觉得不只是他个人的选不选得上的赌注，可能后续会有持续延烧的后续话题，我就摆明说了。刚刚阳明哥已经讲很多了嘛，就是选不上，对不对？那可能会有一派说法说，可能是万美玲委员也不行了，人家保不住。选得上的话，那接下来整个会期中，四广阳所有在议会的所有过程都会被监督拿来针对万美玲委员接下来选立委时候的话术，一定的，一定会看你儿子怎么做嘛，一定都会有嘛。所以你说现在到底怎么做？说真的，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四广阳本身他已经成年人了，他自己要做个决断。我相信这个事情，万美玲委员也许会有想法，但最终还是会以他儿子的想法为依归。毕竟参选是个人的决定，对，因为坚持参选，接下来要碰到的问题跟挑战一定会非常非常多，尤其越到选举后期，很多像地方上都会来传这些事情。那选不选，我觉得拿出智慧来吧。那我没办法特别的过多智慧，因为毕竟不是本党的人。但是我有一点我还是要强调。就是，不管你接下来选不选，之前的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的话，还是要说清楚讲明白，还是要讲比较好。就是，不管你接下来选不选，之前的很多的事情。我觉得都可以的话，还是要说清楚讲明白，还是要讲比较好了。我觉得这个算是一个负责任的态度，就是说，针对你觉得是有做错的、不好的，出来道歉。我觉得讲清楚，认为你没有错的，那很单纯出来澄清，跟你无关。因为毕竟选举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工作了，他有的时候，当然，如果已经讲到真正的对或错的话，那就不用看了，因为是法律决定的，你再见就再见了，不用讨论。但是在很多一些灰色空间，它是属于一种情感的传递。我喜欢你，我觉得我接受你，我就愿意把票投给你，给你机会。但是当我不喜欢你，我不管你对或错，我就是不想投给你。在现在这个局面上而言，当然法律层面的部分该查就查。你说有没有兵役，有没有逃逸，这个直接查，这不用扯了。如果有，那就不用看了，也不用讨论选不选的问题了。但是如果没有情况之下，如何让选民还愿意支持你？我觉得态度很重要。真的就是态度。OK， 但坤城，对你们来讲的话，这整个如果一路下去，会不会真的有外溢的可能性？外溢的可能性啊，我是觉得说这件事情的话，你们当然希望外溢。这件事情我想到目前已经有外溢的效果了。真的吗？全台湾都在讨论四广阳啊，但是选情有没有外溢啊？选情有没有外溢，就是接下来看四广阳跟万美玲怎么做嘛。那如果四广阳不退选，然后继续选到底，那一定会有外溢的效果嘛。所以我现在已经嗅到说，其实2030桃园市长的大选好像已经开打了嘛。因为邱若华是这一个邱奕胜的子女嘛。那你说邱奕胜有没有可能来参选下一届的桃园市的市长？2022那一届的时候，他是邱奕胜有要争取，对啊，万美玲有要争取，吕玉玲有要争取，确实都有，只是后来朱立伦决定要空降，就是要张善政，大概朱立伦觉得太难搞定这些了，我干脆空降一个张善政，大家都可以接受。张善政那时候就找这个邱奕胜，多难找啊！是啊，那时候不是还扑空了好几次，还把那个伴手礼排在议会去，警卫还不敢对，所以嘛，你看嘛，邱若华真的，我在立法院也真的很少遇到说他会对媒体来发言。那为什么这个节骨眼上他要特别讲这件事情？要把事情讲清楚哦。他也可以不用讲哦，就像这一个很多的桃园立委，他可能就选择就不讲。然后为什么邱若华出来讲？那他的身份就很特别了，他的这一个邱奕胜，他是邱奕胜的子女嘛，那所以这件事情。就让人觉得说，那是不是跟接下来的现在虽然是在选这一届的桃园市市长，但已经有人把眼光放到下一届的桃园市的市长去了嘛？所以这件事情变成你万美玲要去解决啊，有这个邱奕胜的事情啊，现在连这个副议长也出来讲话了，副议长的女儿。本来是可以来参选的，
你跟我讲说大罢免的时候，哇，希望大家帮你，所以呢，士广阳不会出来选。那结果呢，大罢免你过了，那副议长李小忠的这一个的女儿没办法参选，只能用无党籍参选。那你说副议长那会不会心里圈圈叉叉？那也会有啊，也会有情绪在啊。一个议长的子女说话了，然后一个副议长的女儿只能被迫用无党籍出来参选。所以这件事情哈，我觉得已经没有这么单纯了，而且已经变成是外美林自己要去处理的这个政治的风暴了。而且这件事情，我觉得短时间也还不会终止哦，因为毕竟他们家的事情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出来讲清楚嘛，因为这涉及到是不是以前他担任议员，哦，然后有涉及到说这个地目变更的事情。那坤城，如果士广阳明天就出来说，假设了，他出来说他不选了，你刚刚所讲的，包括万委员家族那个。她老公建设公司那个地，然后包括那个路，对，所有这些事情还会再往下烧吗？不会停，当然不会停，因为我说已经从士广阳变成万美林了嘛，所以现在士广阳退选，那当然对万美林来讲，好，就是说那至少他不用去处理士广阳这一部分，但是他的事情他还是要处理啊，他们家族的事情、建设公司的事情还是要处理啊，因为已经不是士广阳个人的事情了，是万美林。他自己政治生涯的事情了，这样出来讲清楚啊！因为已经不是说民进党在打他，我想同党的很多人也在看说万美林怎么去处理他的自己的这一个儿子的事情，怎么去处理他跟她老公这个在桃园裂地的事情，盖房子的事情，我想很多的资料应该还是会陆续流出来啊。台湾的选举是非常微妙的一件事情，万委员选过多少次？议员大概3次吧。然后委员好像议员6次，好像是6次，这么多，我要确认一下。对，我知道他是从2002左右开始，2002左右开始一路选到现在，选了这么多次，但那时候也没听到什么家里面的建设公司，她老公那是中间后面才出现她老公建设公司做的这些，然后等到选到这一次，还不是她要选。结果突然蹦出了他们家这么多，全部的台湾选举真的非常微妙。好了，如果有人不清楚家里面祖上18代的那些，大家就讲那参加的选举是不是都会知道？可是这一路要再往下烧吗？那对不管是4家、万家或整个桃园选战，对国民党会怎么样看待这一块？这个大概会是未来牵动的，可能不只是士广阳，那包括万委员，包括2030，甚或整个布局对国民党来讲会不会是这样？好，跟桃园一路之隔的地方，新北。这次整个选战重中之重就在新北这一地，我不知道桃园整个氛围会不会外溢到新北，但是重点是在新北这个地方，大家一直在观察着，包括川博，包括苏巧慧，那个人的风格，包括整个团队的作战，甚或蓝白之间跟绿营之间所有的竞逐在这个里头。今天最新的民调，我看这个民调，这民调等于是完全平手的感觉啊。这个民调给大家看一下哈，苏巧慧40.2，然后李四川40，所以它有2个意义，就是说很近。第二个是苏巧慧赢。好，所以重点在于后者，苏巧慧居然已经出现有赢的民调。观众朋友，因为我有看到大家很多讨论呐，因为第一个哈，它0.2算什么？对不对？这个在误差范围，所以你也不能说它赢，对不对？可是事实上已经出现数字它是领先，绝对数字。第二个，你可以质疑这家民调，这个是这个新台湾这个。国策智库，国策智库的基金会。那你讲说其他的，我们比较常看到的，我也期待啦哈。各大就是常公布民调、有公信力的媒体，赶快也公布新北市的民调。我觉得大家各自有考虑，我们当媒体人，我们只能等待嘛。我自己也没有参与。但过往从大概4月以后5、6月，我都没看到新北市民调。所以我也想知道新北市现在目前状况怎么样。好，那我自己感受到了哈，因为我也有很多亲友住在新北市。我觉得我的直观感受是5-5波，那怎么可能是5-5波呢？因为同样这份民调，我现在没有办法滑那么快给大家看的哈。那个侯友宜的支持度还是有6-7成啊，所以明明侯友宜有6-7成，为什么李四川会是4成多？那这个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新北市的选民，坤城是新北市他最清楚了哈。新北市的选民在看侯友宜，在看李四川的时候，他感觉就是绿营的支持者，我讲的是浅绿不是深绿。他看到侯友宜好像感觉看他也是可以啦哈，所以你看才会有赢那个林佳龙46万票这么大的差距嘛。可是这些人苏巧慧跟李四川2个人摆在一起的时候，他就非常明确的支持苏巧慧。所以为什么苏巧慧会跟李四川2个人以妥，就是因为这样。那我是觉得啦哈，我们刚刚讨论了那么多哈，因为各地的选情等等，今年最至关重要的对蓝营来讲，就是要攻下高雄。对绿营来讲就是抢下新北。要是新北真的抢下来了。那这样子的话，对不对？你还在什么讨论赖清德有没有人挑战？不会有人挑战的。但同时，国民党可能会大乱。就是为什么在郑丽文主席领导之下，
已经连续执政21年的，我刚刚跟观众朋友查一下，万美玲是5届了，5届议员，2届立委，真的很久，20几年了。那新北市从2005年周习伟开始到现在，一直都是国民党执政，周习伟、朱立伦，然后侯友宜，对不对？那这种状况之下，侯友宜也不是说只赢一点点，是狂赢，赢了40几万的情况之下的时候，马上出现这一届民调居然看来打平，又或者是有很多机构就已经宣布放弃公布民调。那大家会想说，为什么宣布放弃公布民调？如果是赢很多，好，我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一河之隔，台北市我看到这个 ET Today，差了27.7%。TVBS 沈伯洋输28%啊，那同样好 ，TVBS 的新北市民调我也想看啊，因为机构同样做比较的话，是不是也赢了个20几%？但如果没有，大家就会做比较了。原来台北市蒋万安那个状况在新北完全不是。那我是觉得啦，苏巧慧她的这个选举的魅力，如果你真的去贴地看的话，她跟这些地方的庄脚也好，或是有什么活动，她去一个参会跟大家这个寒暄，她是蛮有魅力的。然后再加上有一点我就做个结论了。就像2018年韩国瑜在高雄赢，他有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其中有一项是因为民进党在高雄执政确实很久。他是蛮有魅力的。然后再加上有一点我就做个结论了。就像2018年韩国瑜在高雄赢。他有很多的天时地利人和，其中有一项是因为民进党在高雄执政确实很久。那这个确实很久，既是优势也是包袱。那刚刚所讲的国民党在新北市21年这件事情，显然这次看起来很可能会是国民党以及李四川团队的一个包袱。OK， 那博宇对你们来讲呢？因为民调一定都会参考。但是这份民调，刚才我看你讲的意思，就出现一个绝对数字，虽然只差0.2了，在那个民调我们都说误差范围，但有绝对数字。没有，之前就出现过了。这也有苏巧慧。对，有。所以民进党上个月，民进党的啦。我想不一样的意思嘛，他直接把数字讲出来，赢2.5%，是民进党自己讲的，好不好？不是我编的。那你们怎么办？现在看待这些，所以表示川博在上升啊，现在只输0.2%，弱的是苏巧慧，不是川博啊，对不对？当然了，我先说了，我一直觉得新北市会是一个不好打的选战，我必须要讲不好打。但是李四川川博赢的机会，我个人觉得还是非常的高。那我有几个看法跟大家来报告一下。其实根据这一次的民调，我不会说它是假的或什么，没有什么好假不假啦。可能它问法顶多依据一些不同，或者一些参考的一些数据不同罢了。它有几个重点就在于年轻族群，相对年轻族群是苏巧慧赢。相对年纪比较高一点的族群是李四川赢，这代表什么意思？代表了空战苏巧慧强，陆战川博可能比较强。其实原则上有没有年纪来区分的话，大概是这个方向。而未来离选举还剩下5个月，川博还有很多可以加强陆战的空间。我随便举个例，侯友宜市长，我相信他接下来如果真的全力辅选，那应该会有很多的注意在地方上，我相信毫无疑问。第二个。蒋万安市长，我相信不可能不去帮川博，不可能嘛，对，因为川博本身就之前都是台北市的副市长，所以现在到新北市选市长，新北双北一定会合作，毫无疑问，一定确定的。所以当国民党跟几个体系周围的联合竞选的时候，一定会加大地方上的力度，而当地方上的陆战力度变强之后，就有机会扩展到空战区。当然我来评估苏巧慧的状况是，苏巧慧的空战我觉得很强，没有问题，包括他的很多的一些政治影音等等，很受年轻人喜欢。但问题是，接下来谁还可以让苏巧慧更强？这是个重点。民进党没有人了，我摆明讲了，各县市的县市首长，民党的候选人里面最强的是谁？就苏巧慧了吧？应该不用问了吧？就苏巧慧了嘛，他已经是领头羊了，谁能够帮他？党中央能不能帮他？赖清德总统能帮得了苏巧慧吗？我就问，你们要自己评估，到底是加分还负分？卓荣泰院长帮得了苏巧慧吗？自己评估，加分还负分？沈伯洋委员帮得了苏巧慧吗？加分还负分？所以最后，我个人认为苏巧慧会压在一个人身上，不是苏贞昌，是蔡英文。因为蔡英文是唯一到目前绿营几乎大家还是喜欢的人。但是毕竟以蔡英文总统他已经不是现任，以及感觉起来他跟赖清德总统又不是那么好关系的情况之下，能够为苏巧慧委员加分多少，我不知道，但是以目前情况而言，我觉得以陆战、空战以及剩下5个月的情况之下，蓝营如果在新北市真的能够好好团结起来，接下来的状况，我觉得国民党好好走完，然后跟民众党
也请民众党稳定一点，对，因为以这份民调而言，其实民众党还占个蛮重要的关键哦。他换算出来加权结果可能有11%左右嘛，很多啊，这很多啊，不开玩笑啊。所以接下来怎么样在新北能够让蓝白更加的合作顺畅，以及想法能够一致？我觉得如果做得到，那年底选举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可是如果做不到，那我只能讲非常的危险。所以党中央在野阵营蓝白好好想一想，接下来怎么样的合作，有一些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当然可以出来沟通。但是如果用一些让对方阵营不是听起来很高兴的话术，那大可不必。因为到最后，如果蓝白没办法好好合作，最后得利的还是民进党。我相信这不会是在野阵营所期望看到的结果。OK， 绿营呢当初喊出来的就是在有县市，然后往上加的时候，新北市纳入其中一个。对，而且我听到新北包括苏巧慧阵营啊很多喊，这是20几年来最接近胜利的一次啦，什么这些。可是，在这些评估之下，刚才博弈有讲了，侯友宜也许还没出手，然后所有的陆战的，包括所有这些，那对你们来讲呢？不，市长选举最后还是要回归到候选人，还是要回归到候选人的特质。那其实这次是真的话，是从2005年到现在20几年了后，民进党真的是最有机会把新北市拿回来的这一场了哈。然后呢，你说在新北市基本上还有这个2个变数啦，还有2个变数，一个就是刚才有提到说侯友宜，侯友宜的确他的。我看一下他的这个支持的这个施政满意度真的还蛮高的这蛮高的啊。但是呢，他的这个高支持度看起来目前并没有转移给李四川那可能就是说刚开始李四川也不是侯友宜所瞩目的一个人选那所以呢侯友宜到现在可能他市长的身份还是比较多，帮助李四川的部分呢，我至少我自己感受到的还不多那所以哪时候侯友宜的这个力道会加下去这是一个变数。那另外一个变数当然就是郑丽文了嘛。郑丽文也是国民党的另外一个变数，而这个变数不止在新北可能全国都会受到这个郑丽文变数的一个影响所以呢，这个郑丽文会影响到新北有多少？那这是一个情况嘛不过就我的看法来讲的话，现在。侨会当然是在空战这方面是占优势，但是他陆战是真的走得很勤。那甚至我看到这个民调里面，其实有一些是偏南的选区，其实他的支持度还不低，真的还不低。我觉得说这对我们来讲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指标。那李四川当然就是说国民党的基本上的陆战。没什么问题，因为毕竟执政这么久了嘛。我觉得陆战这些协会的社团村里长的双脚，我觉得基本上没什么问题但是呢，他们的空战真的是比较弱了所以就在这部分打到现在平分秋色，那真的到最后你说鹿死谁手，我觉得真的是到现在还不敢讲但是就我们来讲的话，能够维持现在平分秋色，然后呢，接下来再领先更多，这是我们接下来要做的事情。OK， 但杨明，如果真的来讲的话，新北这一战可以想象，打到后期的时候，一定是2大阵营所有的资源全部都卯下去，因为这一战拿下来不是只拿一个2026的新北嘛，等于是2028的前哨战，一个全国最大的票仓，谁拿到新北市长，然后那个所有的行政资源，你可以想象那个影响有多大。刚讲几个好，那包括各自阵营里面的党中央全部卯下去。郑丽文刚才在昆城口中，这是一个变数，而这个变数会在新北这一战里面会有什么影响？像譬如说，他最近到宜兰也是绿营点名要拿下来其中一个地方。那吴宗宪当然也献苦战，说那个什么绿营长期来把宜兰那视为禁脔，当然那个绿营就讲说不是，你们执政8年，现在还是你们的人，为什么这样？可是不管怎么说，当2大阵营，尤其从党中央以这样所有的人，包括刚讲侯友宜这些，全部都丢在这个地方的时候，你觉得未来？如果今天单纯谈新北这份今天这个民调，我觉得里面让我觉得最有参考价值的一份选项，那个题目题组叫做郑丽文，你对郑丽文的满意度不到3成，不满意5成多，好，这个远输于李四川的满意度，那光这一点，郑丽文请少去新北就这么简单就是说这个认为他是票房毒药他认为他是票房补药，没关系就多去几次看看民调会怎么样嘛。我这个是很公允的讲就是说这一份民调里面就是当然他绿营的表态率比较高，因为像如果今天是有台的这个民调，
蓝跟绿的支持者的表态率是差不多的。那这个蓝比绿大概少10%。那这个基本上就是说，在这个状况下哦，苏巧慧居然还跟这个李四川打成平手哦。其实苏巧慧是有警讯的。因为我们也知道这份民调的这个执行者是一个亲绿的智库。所以我说这个部分反而苏巧慧自己要有一个警讯，就是这种的。当然我知道绿营现在从今年2月开始啊，就已经是内参民调领先，苏巧慧从领先0.2%到领先4%，再到2.5%，一直都要营造这个氛围。为什么？因为选战到了最后看的就是那个我看好谁，我觉得投谁会上，那个氛围如果出来了，苏巧慧真的有可能会翻盘。可是蓝军就是我不要让你这样的氛围发酵。同样的，刚刚我们提到，比如说这个宜兰宜兰的状况是什么？对，没错啊，国民党执政了8年啊。可是这8年是靠国民党吗？还是靠林姿妙？就是林姿妙选上，还是国民党选上？这个在地方大家都很清楚。OK， 但是重中之重了，一个新北，小雨，台北这一仗一定是你说蒋万最近动作非常的大，那所谓的动作非常的大是好，包括你说在台风的那个时候，在灾防会议的时候。那用词很重，然后包括你说油的事情的时候，他直接点名中央，然后包括就可以下台啊，什么赖总统道歉啊，类似这些，所有这些动作，有很多人都在讲说这一仗对蒋万不是只打一个2026，那胜或了。我知道国民党里面有很多人也希望打2028，当然也有很多人那为了他好说，是不是要再晚一点都有，但不管怎么说，台北这一仗不管说呢，对蒋万不是要赢，是赢的票数赢多少，胜或他能不能把他的外溢到新北，外溢到其他地方，把国民党整个都拉起来，变成他为龙头的往下走，这是非常重要。但是在这时候出现很多，你说秦姐讲那段，也许是为他好，讲说你不要复制贴上了或什么，但绿营就会直接讲说，你看有没有？连秦议员都已经看出来你就是复制贴上，然后包括英伟在这里面扮演的角色，这些还会对他造成困扰吗？坦白讲以我们观察，就是说这次的选战是真的蛮冷的。我认为就是说，3个党都在等一个风，一阵风，这个就是吹来，全场起风了。对，要吹来，但要不然就是说，你以现在的这样子的态势再选下去的话。我也觉得说，蒋万安，你不要说什么拿到最高票数，很多人大概就意兴阑珊啦，反正就不想去投，反正结果就是这个样子嘛哈。那你说蒋万安他现在碰到的几个话题啦，其实就我对他们团队的了解，他就是不想要谈一些话题，他看到有些话题就觉得怎么又来了？第一个是四广阳的话题，你看最近连四广阳都烧到他。不是有把他们2个的这个反正蒋万安有去辅选嘛，有一张是跟他跟四两王照片嘛，那网友就说，你看他们2个在一起代表什么呢？第一个就是2个都没当兵啊，第2个2个就是帝王之后，反正他碰到四广的话题，他们这个团队也会觉得这很烦，为什么连这个都要烧到我？可是如果记者堵麦，他怎么办？堵麦？我觉得到目前为止有啦，我不知道你自己当记者当了这么久，记者再选下去，你去扫街的时候怎么办啊？对啊，一定会有有心人这样啊。今天记者已经有问他，但是记者问他的不是这个问题，是问他身高。你知道，因为他号称什么17多，然后但是他站在四广阳旁边，好像就是还有穿什么增高鞋，四广阳190啦。四广阳有190，你不知道？我知道我180几啦，将近190，他很高，因为他要穿鞋啊。对，反正就我知道他们团队第一个就是不想要碰到四广阳的话题啦，那第2个就是英伟的话题嘛。那英伟话题其实就是这件事情，那个慧珠姐也有讲过嘛，她就说你英伟不以他这个研考会主委的身份就不应该站在前面，比如说你比起前面的于振华什么的。可是就他们团队来讲，就是英伟你就是一个政务官。说你因为不以他这个研考会主委的身份就不应该站在前面，比如说你比起前面的于振华什么的。可是就他们团队来讲，就是因为你就是一个政务官，那既然这个没有人可以出来像英伟这么有战力挡在前面的话，那其实政务官他认为就说不一定每个都要套在于振华的，因为于振华的研考会主委是一个 model，那你那英伟的研考会主委也可以做成另外一个 model。反正只要有战力，我管你是什么位置，只要能够护航蒋万安，就是好，就是这样。所以他们觉得说，因为也没有不会改变的啦，就不会改变。即便他是研考会主委，他也要把他做成发言人角色。他也觉得这是政务官另外一个 model， 而且他也鼓励其他的政务官都跟他一样啊，只要有战力的就好。
那第三个，他们比较不想碰到的一些话题就是秦慧珠，对，因为坦白讲，你说你要面对秦慧珠这个议题啊，他们很难回答，因为你秦慧珠你没办法批评他，因为姑且不论他是以前同选区的议员，又是老将，对，那又是国民党的人自己批评自己人，那你说他们虽然觉得说，我是听他们有些这个啦，就觉得说，那秦慧珠你要不要加入民进党比较快啊？但是他们也可以理解慧珠姐的一个压力，尤其这一次她左有许元荣，然后又有徐府，然后还有李明玄，就是这些新人都来势汹汹，而且基本上就是每个都会抢到她黄复兴的票，就是他们也可以理解她的一些压力。可是他们也认为说，秦慧珠你的压力不要一直转嫁在蒋万安身上嘛，那你就一直批评蒋万安，然后你就会有声量，那到最后就是变成政客爽，就是一个循环嘛。秦慧珠批评蒋万安，然后蒋万安，然后这个就政客爽会出来修理秦慧珠，就是这样子的一个 cycle 循环嘛。那所以他们不想碰到的也是秦慧珠的这个话题。可是我要讲的是说秦慧珠她讲的事情有没有道理？第一个，他就说，那蒋万安你的回答不要像一个头像复制，他觉得就说这个你的东西太千篇一律了。可是就是这个就是蒋万安的一个形象问题呀，大家就觉得说你是一个读稿机，可是对蒋万安来讲，他还是打一个安全牌，就是我宁可被你骂说我是读稿机，但总比我失言来的好吧？好，譬如说他前几天大家也会开玩笑讲说，你是不是因为没有英伟的那个给你讲稿，所以你讲说这个台风我们也没办法这个让他不来，我们也没办法让他来，大家就讲说你到底在讲什么这样子哦。那再来第二个了，他认为说秦慧珠姐认为说，他有一个副市长叫张温德他说要增加曝光度就不要让蒋万安自己像公务局封务副市长或跟发言人。那我就问镜头前的大家嘛，那个台北市我们有3位副市长，除了林奕化，另外2个你讲得出来吗？我刚刚讲了一个张温德，另外一个。你要不然真的不要问他，我答不出来了。你问他没道理，因为他已经知道。你问他没道理，我不知道正常啊。对啊，大家应该都不知道叫李泰兴啊，就李泰兴啊。李富啊，对啊。对，可是我刚讲了，对，我刚讲了。你干嘛那个害怕？我是 Google。你要先问一下你不会，恐怕答不出来。答出来，刚才问我就答。他知道啦，我就不想问他，因为他一定知道嘛。就是说台北市民到底有谁知道我们有除了林奕化之外，你还知道我们还有另外2个副市长吗？这个就是有点夸张啊！那就说那慧珠姐就说，那你是不是要让这个副市长增加曝光度，不要老是让这个蒋万安都站在第一线嘛？哈，那我最要讲的是说，我觉得其实蒋万安除了这几个事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他今年的这个就是还有白银，我觉得他跟白银的关系蛮微妙的，因为其实我觉得有些民进党的议员私下跟我讲，他觉得说白银去杀蒋万安的力度比他们绿营还要高，对，只是说白银的曝光台风假的那个时候也是白银有人就直接陈佑成他们嘛，对，也有白银的人跳出来，然后甚或没有不止。连那个陈超然也有在脸书还是哪里有PO什么科学理性务实啊什么有讲到这一段，所以白银其实就是感觉上不像当时黄国昌能够完全主导的时候，跟蓝营之间这么如胶似漆，感觉好像甚或连蒋万安他们都会有意挑战一些。对，这就是白银跟蒋万安的关系很微妙，就是你到底要不要蒋万安来帮你站台？那看似好像又需要，但是你们又要就是站在说我也是不要打啦，就监督蒋万安的力道，这个很强啊。像今天最新的例子嘛，就是那个陈佑成嘛，陈佑成今天一上台就送给蒋万安一个眼药水嘛。当然比较关怀他的是说啦觉得蒋万安好像最近很累啊，眼睛一直眨，所以他送给他一个眼药水啊。第二个他就要蒋万安眼睛好好睁开，但是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呢？他是说你从历任的市长比起来，譬如说你想到黄大洲，你就会想到大安森林公园，那你讲到阿扁的话，你就想到这个捷运嘛，马特拉不让我们来拉嘛。好，他说你讲到马英九，你自会想到12个这个我们的运动中心。那你讲到这个郝龙斌，你会想到我们的 U-Bike。那你讲到柯文哲，当然柯文哲就觉得想到比较多，我觉得他蛮厉害。他说想到社宅是柯文哲时代开始新建。那还有一个什么翡翠原水库就说大家这个有这个什么干净的水这样子。那他说你讲到蒋万安，你会想到什么？然后他说他想不出来，可是我觉得陈佑成你错了，有什么？班班有鲜奶啊，不是一天到晚到哪里都是班班有鲜奶吗？深深有鲜奶，台北叫深深，对，我还讲错了。好，班班有10班啊，这是民党的政策啊。
不是我们的。啊，那我错了。不是总统的班班有鸡肉条。班班，好了，你好冷。我们是班班有冷气啦。哦，那是苏贞昌的啦。对，生生有鲜奶啦。对。然后班班有平板。哦，好了，那就是说，那就是好，那生生有鲜奶，可是这个不是什么硬体建设了，他是讲说，大家想到每一任市长都有一个，就是说你可以讲得出来他做什么，但独独你蒋万安好像就是讲不出你有什么政绩，他觉得这个是蒋万安你要点眼药水，然后把这个什么市政看清楚这样。OK， 可是刚刚小玉点到，既然蓝白，其实博弈刚才也有讲到，未来这场选战，尤其你说像新北，如果是卷得这么紧的地方，好，或是你们想要拿下高雄，白银一定都扮演一定的角色。是，我想说白银扮演的这些角色，可是你最近看起来，柯文哲讲话很多，对，专访很大声，然后甚或讲到，当时如果要是跟赖清德跟他们合作的话，台湾就不会乱。有很多人讲说这个节骨眼讲出这些，然后不要讲竹北了，竹北内状，现在我也不知道。昨天黄彦忠老师在节目里面讲说，他得到的消息，我没有办法确认啦，但是他说他得到的消息本来就是说国民党那个有没有可能是不是要退，所以他就先破局了，他就先讲竹北内局已经搞成这样，再来一个花莲市，然后再出现一个。那也就然后柯文哲这时候3不5时跳出来给你讲几句话，大家就不知道党主席现在是黄国昌还是柯文哲。可是显然，柯文哲对于民众党一定有他很大的影响力嘛。所以对于刚才博弈一直希望白银呢就扮演好你们的角色，大家好好的合作，一直往下，真的能这么如愿吗？柯文哲最拿手的就是我不见得选得上，但我一定能够让你选不上啊。所以你什么我是都可以谈的啊。这个我们先来看一下柯文哲讲的 gain over 的标准是多少？14席嘛。如果没有14席，就 gain over。是啊。好，他自己画下一条叫做及格线。这个15席或刚好14席，这 gain 还可以续哈，还有一个 coin 可以丢下去继续续命。好，为什么要现在去拉出这一条线？是不是？我们先问一个很直接问题。是不是柯文哲已经掌握了一些民调或是一些选群评估？他看到的绝对是 gain over，也就是14以下。即便黄国昌一定会说很乐观啊，很多国民党人也说这个选情也不见得，他们很多人是在那个当选线以上。但是柯文哲是不是已经知道这个局面不太好？这第一点，大家先放在心里面。对不起，现场来宾有很多人都算过那个数字啊。那当然，那个数字不代表一定的结果，就是2022年那一仗，民众党提名提了80几席吧，上了14席，是，然后今年提了50几席，民众党2022年的支持度，跟现在的支持度差1倍，显然差了1倍左右吧，然后你现在告诉我要维持一样，这是一个挑战，我只能说这是一个挑战。对。这是一个挑战，但是柯文哲的挑战还是黄国昌的挑战呢？柯文哲已经先讲了嘛，哇，我很担心嘛。那如果谁处理不好，那似乎就是你的责任。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来注意柯文哲或者说民众党最近的一些动作，他提的是议员这一个部分，不是，是县辖市的市长成为焦点。第一个是竹北市，再来就是昨天刚提的这个花莲啦。好，那花莲它成为一个这个讨论的焦点，当然它比较复杂，比如说他特别把戴瑜文调去选，硬是要去选这一个花莲市，大家本来认为说比较平静无波啦，魏家是不是躺着选的区域？你放一个过来，魏家难道就不会躺着选了吗？好，那你为什么要放这一个？是不是有某种意识上的表态？那地方呢有人解读就是，民众党是不是要跟魏家跟那个傅昆萁站在一起了？花莲要被买定了，所以才会有他们党部主委出来说嘛。那个什么蓝白合什么的哈，讲的大家好像就是他很蓝白合我就走人，对，他就辞职了哈。虽然他是配合党中央，但蓝合就很奇怪，党中央蓝白合啊，你特别强调他是作为地方党部配合党中央，但如果要去跟人家合的话，我会辞职。就是没什么逻辑，但你可以看得出来，他很强势主导，这里是我说了算。你现在花莲这一边传出这样的消息，他把戴瑜文空下去，所有人都解释说只是要让魏家没办法躺着选制造他的困扰啊。好，那你千里迢迢特别去制造困扰，你能够得到什么？你能够得到傅昆萁的什么样的许诺吗？在接下来的花莲县给你一席之地吗？如果给你一席之地，给你一些影响力，是给黄国昌还是给柯文哲？
这个都是可以再进一步探讨。但是回到竹北是同样的啦，地方上的解读很多，就是庙天的那一个是不是要退啊？庙天会不会被擒了？以各种方式被勒？我听到的消息是不见得会被勒就是柯文哲表现得太强势了，提前把这个局讲破了哈，使得庙天到底要保谁？庙天保徐新营还是保吴旭志？不见得是保徐新营就是庙天到底要保谁？庙天保徐新营还是保吴旭志？不见得是保徐新营他徐新营搞不好已经可以成家立业了嘛，他自己够茁壮，他会不会去保吴旭志？如果保吴旭志，他会接受柯文哲的情勒吗？我个人认为接受的几率是不高的，所以柯文哲现在拼命在打一个算盘，连2024跟绿营跟我合就天下太平这种话都丢出来了，实际上可能也代表柯文哲手中的牌真的已经不多了。我看你会怎么解读柯文哲？最近做了这么多的一些事，他到底在想什么？因为他还有官司在处理嘛，对。然后包括还有他的政治生命啦，这所有这些，柯文哲到底在然后包括民众党在这个节骨眼上，民众党去访问中国大陆，然后当然国台办当然还是会讲一些两岸一家亲啊什么类似这些词，这些对民众党整个在布局上面来讲的话。他们的算盘到底在打？我觉得民众党现在正在一个混沌不明的状态，因为主席看起来有2个，前主席有影响力，也常讲话，这现任主席是黄国昌，然后地方的选举，大家本来以为蓝白都谈好了，但是冒出竹北跟花莲，然后呢，两岸的部分其实。我过去的观察，民众党一直是比较走本土派的，他并没有就跟国民党一样的那个路线。可是最近又特别就出团，也就是显示我就愿意就跟中国大陆接触了。但所有的一切，我觉得在11月28号之后会有个结果。最后到底是怎么样？好，那很简单，刚刚韦老师在讲了哈，2022年的时候，当时。民调我去查，9月选举前2个月民调是20.9%民众党支持度。那现在我看到有不到10%的，那所以这是个警讯1嘛。那我们用现实实际上说话，举台北市就好了。我刚刚还在跟伟航讨论，台北市这一次民众党保守提名6区就提6个，那黄国昌主席也相信都能全上嘛。那我相信很多的这个支持者也想说，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蓝白60%呢？对啊，那一席有什么问题？我跟观众朋友讲哈，2022年的时候。台北市是萨卡都，黄珊珊、陈时中、蒋万安。黄珊珊虽然他用无党籍选，可是他很明显就是民众党的母鸡，带了8个人到处跑嘛哈。黄珊珊那一次拿到34万2141票，25%。所以母鸡拿25%，那照讲我对半砍，每个人拿个12%不过分嘛，对不对？没有，有2个人连8%都拿不到，一个是吴育轩，他的7%多，一个是杨宝珍5%多，他们2个落选。所以当我的母鸡有25%的时候，我都只有5%。这一次台北市根本没有母鸡，然后国民党的支持者，他到底是要蓝白合？我们新人啊，我要救一下新人。可是你说国民党的议员参选人啊，当然博弈很稳啊哈，其他的人就想说危险啊，相当危险，突然醒救一下，所以我都快讲啊，就至少有3区怕被讲这个，对，那其实我也是帮博弈 Q 一下哈，这个大安区啊，大安文山啊，博弈 OK。那我跟你们发现。吵得最凶的就是最不知道会不会谁赢谁输的地方。中正万华、钟小平跟吴育轩2个人叫吴立博哇，吴育轩当选，我钟小平会输啊，大家以为他开玩笑，可是其实这就是危机感。然后阿朱姐，他那个地方有徐府嘛，谁知道徐府要是票高，我会不会掉下来？还有一个就是林涛，因为那个地方徐千晴跑出来选了，四广阳现在变成无党籍选，然后李小忠副议长的女儿李凯伦也是无党籍，然后呢，你要知道那个区是12席，12席当中民进党。4席加一个于北辰就5席，北辰将军。那另外7席，国民党原本就提7席，可是还有徐千晴跟这个李小忠的女儿嘛，等于9席，所以9席要抢7席，要掉2个那林涛也是那一席的，所以要有声量。所以我拉回来，我跟大家讲以这样状况来看的话，柯文哲主席讲的那件事，我有看那个面对面前几天林涛的说明，我觉得林涛讲的有道理。好，就是说柯主席你也不用生气，因为你讲的那个话，我先说分2部分哈。联合政府你明明就51席，你来跟我合作的话，不就顺风顺水吗？讲的有道理，这就是政治上面的 ABC 嘛。你看在那个国家都是这样，但这句话我来讲，杨明讲或上公讲都 OK。我们是政治评论员嘛，你不是啊？你是党主席，
你是跟了林涛看到你签6点声明，然后后来君越开撕的柯文哲，你是跟国民党有过6点声明。6点声明的意思就是，不是我柯文哲当总统候选人，就是你侯友宜当。那你当我就可能当副手，或者是我们共组团队，我们是嘎迪浪嘛，都已经签了婚约了，转过头去讲说，要不要帮我约一下？那个女生看起来很漂亮，就会觉得你好像是不是政治上面是这样，是干嘛要渣男吗？所以林涛，我不管他是因为我刚刚所讲的选情有紧绷，所以故意要发难也好，他讲的内容我觉得是有道理的。你要么就选择绿白合，要么就选择蓝白合。可是这已经不是选择的问题了，观众朋友，2年已经过去啦。过去2年，民众党显然在立法院是跟国民党合作，不是跟民进党嘛。所以这种时候，你再去多说无益，就讲说赖清德为什么不来？如果你希望赖清德来，你应该是等他来找你，而不是说，或者你要主动也可以。但如果既然这个买卖已经不成的时候，我觉得啦，民进党这8席在立法院其实是可以是有用的8席，因为你只要不靠蓝、不靠绿、不单靠啦。我这一次跟国民党合作，因为我觉得你的法案好，我下次又跟民进党，他那个大法官我就支持啊，你怎么样？我加上去这8席，我变59席，我就可以过。那你就有你的自主性。那回过头来，这次的选举，柯文哲前主席，他现在不是主席，因为在民调已经没有2022年我讲的20%那么高，甚至不到10%情况之下的时候，他想维持14席，我觉得其实可能有难度。别的不要讲，观众朋友一定最熟悉台北市的这6席，现在是不是6席都全上？我觉得可能要打一个问号。OK， 但是现在民众更关心的，杨明，中联油的那个致癌油的这个问题，好，那检方抗告成功，中联总经理交保撤销，那就发回嘛，就发回以后，他会不会被压这件事情，对整个案子未来的一件案情会有什么影响？老实说啦，我觉得今天检方的这个抗告跟这个高分院的撤销，老实说，我觉得有点在演戏啊。为什么？为什么？我先来讲一下这次涉案的被告交保的中联董事长叫蔡清松，2000万交保。中联总经理于林聪2000万交保，那时候有声压没有，就最后是2000万嘛，然后现在撤销要压制压发。好，再来福寿公司董事长中联董事洪尧坤1000万交保。泰山公司董事长，这个也是中联董事刘伟龙1000万交保，还有一个福茂公司的董事长吴新成，本来是1000万，但是他交不出来，就变200万。好，问题来了，请问你压了，你说因为总经理开6月15号的评保会议，所以他有隐匿啊，然后说他有串供，那他跟谁串？这几个3大油厂的这个相关的人就没事哦，你压了他其他人就串好了，不是吗？当然我必须要在这边讲的是，这个油的问题，我觉得现在有一点奇妙。为什么我说奇妙？因为今天又多2批，又多2批。从7月1号讲的1300公吨，到今天多这2批，理论上应该变成，因为1批是1300左右，所以是有7批了，那就是大概9000多公吨了。9000多公吨可以。然后那个油量是有多大？然后问题是，我们的食药署说，我们的卫福部说，在1个礼拜，还要1个礼拜才能全部验完。各位啊，我们从7月1号到现在已经是2个多礼拜，半个多月了，还没有办法确定到底问题的油有多少量。各位啊，我们从7月1号到现在已经是2个多礼拜，半个多月了，还没有办法确定到底问题的油有多少量，还有就是到底这个造成的原因是什么，都还不知道我们现在他们只是怀疑说是什么黄豆什么污染或怎么样，制成怎么样，可是包括中联现在连还是怀疑他有用造假样本。那现在问题就来啦，如果今天比如说像昨天有一个媒体，他们就揭露一段影片，中联的现任的董事长，他在2年前在总经理任内，他去中兴大学演讲，他讲什么？总统亲自打电话给他，那个时候的总统叫蔡英文，他说战争来了，你们赶快去买黄豆。他在大学演讲，他就这样讲他说总统管国安的，所以会直接打电话跟他说，战争来，你们赶快他说他要顾粮食安全，他们怎么样？那另外一位这个洪尧坤就是跟赖总统7月3号在宠物用品厂同框的，
他是中华民国植物油炼制工会的理事长。去年9月，他在美国国会山庄跟我们的农业部部长一起签，未来4年扩大100亿美金的采购，其中包括黄豆，他是代表黄豆的部分。这一些人，老实说，这个我后来我当然能理解为什么这一次中央的政府处理的又慢又怪。我相信昆城2014年那时候他是。那你这个牵连性在哪里？我听不太懂。都为什么处理的这又慢又怪？然后跟那个洪尧坤，跟这些人都是处理美国大宗黄豆采购的重要人物。我就问昆城，我问你，2014年如果在那时候毒油爆发的时候，任何那时候马政府的官员跟魏应充同台出现在一场活动，请问你们民进党看得下去吗？不是时间序你要搞对啊。什么时间序？你再讲一次哦。对啊，你要7月3号宠物展哦，7月1号中联就已经爆发了哦。不是，那你说的这个洪尧坤有没有跟卢秀燕同台？那是5年前哦。你在讲什么？不是，你在讲什么嘛？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你时间序那是2020年啦。你要时间序，你们那张照片是2020年啦。也不能说有一个你民进党在睁眼说瞎话啊！也不能慢慢来，慢慢来。不是我为什么生气？你不能7月3号，民进党还眼睁着看着他的总统跟这个涉案1000万交保的人同框，但是你就是在连看嘛。我觉得你不能说用照片。我告诉你，我今天特地去看2014年的11月新闻面对面节目，还在讨论顶新案。你就说那个2个同台，12年前我们这个节目讨论顶新案，讨论到选前，在处理这个问题，好像又慢又怪。这一次民进党轻轻放下，你对你这个连结，我就是看不下去。OK， 我就是看不下去。一个国家不用拍桌了，这些厂商为什么可以7月3号那个时候卫福部还可以只下架1成，还有下游厂商还不公布，你看得下去吗？李坤城议员，当初委员，当初你是新北市议员，当时你有没有参与灭顶？但是不要去做这个无意的影射啦，就是说我没有影射，我刚刚讲全部都是事实，全部都是事实。你说7月3号，请问总统7月3号有没有在宠物用民展跟洪尧坤同框？宠物展同框，那是不是事实嘛？好，是不是事实？是同框，那你就说那有问题，你就说赖清德总统有问题。我没有说他有问题，我是说民进党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请问毒油发生重要的，他是中联董事，他是其中一个公司董事长。他涉案，他1000万交保，结果是案子爆发了，总统还跟他同框，你们看得下去？那你的连结性在哪里？你们民进党的逻辑太好笑了。12年前你们怎么打的？12年前的食安标准拿出来，我拜托你民进党活到12年前的民进党，我拜托你们监督一下。来，有问题。来，我觉得我没办法接受。要不要让坤城先讲一段，然后你再回应一下？来，坤城。是。就是说我那个连结性，我认为是有问题的。你不能说今天2个人同框，那你就认为说民进党政府在处理这个问题有上面的态度有问题，又慢又怪。所以你刚才提到这个时候，我就觉得说，那你中间的连结性到底在哪里？好，你有什么样的证据认为说，因为这张照片了，所以造成民进党政府在处理洪尧坤这件事情没有办法去做处理？那中间的连结性到底在哪里呀？来，坤城，我告诉你，不然你这个只要在今年的7月1号以前，你总统爱跟他同框怎么样都没关系啊。就像在福寿的100年周年活动，那是2020年，人家1920，你不要把它讲到好像是这2年，是吧？那所以同框的，你的理由认为同框，然后造成说民进党不敢处理的连结性在哪里嘛？来，杨明，因为7月3号食药署说只下架1成啊，第2层连公布都不用公布啊！我们的卫福部说，我们的食药署说厂商是受害者，200多家不能公布啊。后来还定了一个20%的一个容量的标准啊，说只要这些问题没有超过20%，就可以不用公布啊，不用下架啊。那如果按照你的逻辑，请问12年前的民进党会支持这样的做法吗？同框之后，那更不应该下架了。后来我们是把下架的范围再扩大，也预防性下架更多了。那如果按照你的逻辑，2个人同框，造成政府不敢处理，那接下来，那民进党政府应该不会再做任何更大的动作了。委员，我只是在说，我只是告诉你，一个涉案的高层企业的高层，跟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在案子已经爆发，可能7月1号，我们的食药署就公告要下架了，7月3号他们同框。
我觉得民进党麻木不仁了，因为居然连这个总统的幕僚，我讲一下，总统的幕僚居然没有告诉他，这个人中联的董事。福寿的董事长现在正在食安的风暴，害赖清德必须要面对这样的政治风暴。我想不是，我讲一下我第三方，因为你们这样讲很久了嘛，我先帮他讲一下，对，就说不是在说赖清德总统本身跟中联有没有不法勾当，不是，是在他就在影射啊，不，他讲没有影射，不是，我刚刚讲都是事实，不是，我刚刚讲都是事实。OK， 杨明哥讲没有影射，杨明哥讲的是说，在这个时间点一再有问题的，适不适当跟他见面？请问卢秀燕是不是7月1号以后见面有没有问题？到底是不适当啦 ？OK， 对啊，我觉得是这个点同样的标准啦。12年前你们怎么灭顶的？现在拿出来啦。意思是说处理这件事情，现在拿出来啦。因为2个人同框，所以民进党政府在处理这件事情又慢又怪。所以我那时候马上就问说，那到底两者连结性在哪里呢？那如果你只是因为2个照片同框，你就认为说民进党政府处理这个有问题，那当然我要抗议啊。OK。问题就是它发生了又慢又怪的现象啊，没有又慢又怪的现象。如果按照你的逻辑，民进党在7月3号之后不应该做任何的事情啊，但是我们在7月3号之后做得更积极，当然大家会有不满意。确定吗？你们是到7月7号才全面下架哦，你会有不满意。你们到7月，你们的总统到7月6号才讲话。民进党政府没有做。那我可以提个问题吗？2013年、2014年顶新油品发生的时候，民进党当时怎么要求马英九政府的？要求马英九总统怎样道歉？请问卓荣泰院长到现在说他不道歉，要求江宜樺院长下台。我就只问，同样发生这个事情，民进党或绿营有没有任何一个人要求赖清德道歉以及卓荣泰下台？我就问这就好了。不好意思，小哥，让我再讲一句话，有没有嘛？为什么这是一样的标准嘛？为什么气食安的议题跟蓝绿没有关系？要求赖清德道歉以及卓荣泰下台，我就问这就好了。不好意思，小哥，让我再讲一句话，有没有嘛？为什么这是一样的标准嘛？为什么气食安的议题跟蓝绿没有关系？今天卢秀燕如果她乱搞，我们都去骂她。你的预设跟前提就是跟蓝绿有关系了啊！你要这样讲，我尊重，但是我告诉你，今天多少老百姓。我告诉你，我自己都有吃到问题的食品，我有被退款，我是受害者。我们老百姓不知道自己吃了什么东西，你们这些民意代表到底在干嘛？不用这样子拍桌。好来，你吃了哪些问题都有那些批号，你们只要活得像12年前的民进党，我就拜托了，都好不好？出来，拜托你们活得像12年前处理食安的民进党。你现在所讲的问题在市面上也都没有，因为都已经预防性下架了。我拜托各位活到12年前，小玉姐12年前也是非常认真监督油品问题的。那些问题你查不到，因为的确我们有一个中联油脂专区，哪些问题上面都查得到，所以呢，不要说你查不到第三个你确定都包完了吗？不要拍桌子。坤城兄，我为什么不能拍桌？我吃到毒油了好了，来，我们吃到毒油了，不能生气啊！来，杨明 ，come down， 来 ，OK。因为我再问一下，如果委员讲的没有问题的话，那请问一下，现在有问题有回收几趴？你告诉我。当然是在回收。那表示为什么没有回收完，只回来3%多？有回收，那当然做不好，我们是要做检讨的地方。不是，但我觉得，但是事情要回到就是说，所以我才跟从5月13号南桥第一时间知道检验出来有问题，那你到6月30号中联油脂来通报，这1个半月的时间，多少油流入市面了？这才是后面我们要去追的地方。不是，我想问委员一个重点，为什么刚刚杨明哥讲说觉得又慢又怪？我先讲几个问题。第一个，因为之前就发生过顶新事件嘛，当时民进党是用一个标准来质疑3天，马政府民进党讲的非常多，对，这是第一个很怪，你们没有同样的标准来质疑现在的赖总统，这是第一个。在第二个问题是，刚讲这么多，从1300吨的自来油到后来2600吨的自来油，回收大概3%多而已，目前只知道数据3%多，剩下去哪里了？非常重要，有没有人出来针对剩下油去哪里出来道歉？赖政府有没有一个官员出来道歉就好了？有没有一个？食药署署长讲什么？卫福部长讲什么？教育部长跟经济部长还去帮忙辅选的活动，这东西觉得合理吗？又是没有，所以我说怪嘛，扯在一起，不是怪嘛，不是7月1号之后的事情，不是，这就是怪嘛。你又不要把它扯在一起，我讲这就是怪嘛，这就是怪跟慢嘛。
就是说，如果你不认同阳明哥的讲法，那我就用我刚刚讲问你，不是刚刚的做法，他的做法您赞不赞成？照片里面就觉得说，我在讲，我不讲那个事情了，不是，所以民进党在处理我不是讲阳明哥的事情，好像有什么迟疑，不是，坤城，你误解我的意思。请问这样子，事情爆发了，总统跟毒油的业者同台，这是你们民进党期待看到的吗？来，我看这件事情还会一路往下延烧吗？因为食安的问题是没有颜色的问题，当然食安的问题一路往下，老百姓都关心。小玉，尤其是像家庭主妇说的这些，当然会关心这样一些事情。未来看这整件事情还会一路往下烧。我觉得大家可能会很惊讶，为什么阳明今天那么生气啊？好，可是阳明是2014年的时候有严格监督马英九政府，这个毒油案或者说鼎新油案的记者，他现在还是记者，他是评论员。所以他用一样的标准去要求的时候，我觉得执政方应该，我会建议比较谦卑一点，包含我也觉得这个卓荣泰院长为什么不道歉？我的意思不是说他现在没有道歉，而是为什么不用直接甚至鞠躬跟民众讲，让大家吃到这样的油？我身为行政院长，我对不起国人。虽然不是他造成的。第二个，其实刚刚坤城跟杨明，你们观众朋友可能就想两个人情绪有点激动。杨明讲的是什么？就是说。当他就是提出质疑，为什么7月3号的时候，赖清德总统还跟这个洪尧堃就后来是交往嘛，你还跟他同台的时候，是不是总统府的所有机制，包含幕僚都没有意识到说总统要跟一个就是可能涉案的人，你应该跟他回避，跟他避开，避免这张照片事后变成是总统力挺他的证明嘛？总统府没有这个意思，可是当事人可以拿着照片去用啊。那这个时间。或这个场合适不适合？我认为不适合。那你没有做到这个事情，就跟大家说我们疏忽就好了。后来是提出用卢秀燕照片来证明没有问题嘛？可卢秀燕照片是2020年呐，所以刚刚杨明为这件事情讲，卢秀燕照片不是2026年，这个是那个福寿油品100年。所以如果你要说，因为他也跟他照过相，好，那我把问题拉回来了。现在重点在于，这真的不是蓝绿的问题，而且我也认为从一开始，这就不是行政院故意造成嘛。如果有的话不行啊，官商勾结，对不对？然后呢，还帮他隐匿，那连官员都应该就办，抓去关。都应该就办，抓去关。可是现在看起来是商家做出来有苯醛比的这个致癌油品。他隐匿了，他延迟通报了，致使我们全这个中央跟地方政府都大乱嘛。那这个时候为什么刚刚那个7月3号去宠物展的那一天，这个卫福部跟食药署有开一个记者会，跟大家讲291家厂商受影响，可他不公布哪291家，我也会认为食药署卫福部动作真的太慢了。然后到了隔个礼拜的7月6号，时间都很清楚了，礼拜一。赖清德总统好像是去中研院还是哪里，他特别弄了考虑下跟大家讲，该下要下，总统都觉得要下架了。那一天的为什么？因为前一天礼拜天还在讲说20%以上的下架，20%以下不要下架嘛，民众才会觉得说，为什么20%以下的我就能吃？它是可能致癌的东西嘛。好，我现在讲这个东西，其实说实在的，换成是国民党执政，态度也应该是一样的。到了礼拜二7月7号的时候，才有补充，而且是石崇良部长冲进记者会现场，拿来麦跟我讲说，全部下架。可是你那个比连总统讲完过一天，你才发现，那我是觉得啦哈，因为虽然不是行政单位造成这个目前是这样，如果以后证明是的话，那更不可以。可是行政单位的动作并没有非常积极。那杨明讲的就是说，那2014年民进党在监督执政党、监督国民党的时候，那个积极度这一次看不见。所以身为国人，而且他也有迟到，他又是媒体人，我觉得杨明是可以生气。来，小玉。确实啦哈，这个就是说，因为我也是身为妈妈嘛，我不是讲过说我老公，我那天录完影回来，我老公还跑去那个什么全流，我说你在干嘛？他就说他去看那个批号。对啊，有说哇塞，这个还要我们自己自救啦。哈。那当然就是说，该道歉道歉。那如果说这个行政官员该下台，可是我觉得现在就是说，大家关心的，比如说刚刚杨明有什么事情，他也在担心说，到底还有你不能每天一报啊，你可能什么就事前要处理好。最早之前你先什么王品还自己自主公布嘞，然后还有这个咖啡店，然后另外这个最近还爆出什么鼎泰丰什么什么一家一家出来哦，那你好像每天一报啊，你现在报也蛮没糊啊，看起来很多对这个油都下肚了嘛哈。那但
但是我认为就是说啦，你现在中央跟地方你不要互推啊。譬如说你中央就觉得说你今天也有讲嘛，你台中市政府如果你好好的稽查的话，那怎么会你好像看起来现在是2年你都没有稽查？因为按照我们的法令啦，你业主必须自主检验，自主检验是每半年，但你县市政府你也必须要不定期的检验。那对你中央处理的太慢，你该下架的你都没有公布，这个中央是有被苛责的地方。可是问题是说你现在好像地方全部都要怪中央，那现在也被抓到说你台中市政府你也应该要自主检验啊。可是你也超过了至少1年多，你都没有去做检验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说现在就是啊，你说大家不要推责任，赶快把问题解出来，不要一天，我们担心的是不要一天报一个厂商，一天报一个厂商，那其实这个都吃下去了。可是我真想补充一下，就这事情发生完之后，执政党中央到底有没有一个人出来表达过态度啦？我觉得是态度问题，就是说中央跟地方当然都该努力，我觉得毫无疑问，地方好好去查，中央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但是爆发完之后，你看一下从卫福部、食药署相关部会的态度，有哪一个人认真的觉得这件事情对国民是不好意思？我觉得这态度非常重要。当时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民党是怎么骂的？如果现在执政的是国民党，请问一下，民进党会纵容现在的态度来放过执政党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同样的标准，是让大家要想一想的。来，伟航最后1分钟。这我觉得主要还是在于下架标准。第一个，它一改再改啊，越改越严啊。那当然，这牵涉到底科学上什么样的程度会出状况。但是我们现在之所以要求0一点都不能有，它是谁去建立这么高的标准？其实要从最早，不只是什么2014，在更早还是非常早以前在讲牛肉的时候，大家都在讲里面内含什么。那时候的要求是0检出。一旦那个0检出的标准丢出来之后，后面你就只能去跟这个，不管它造成的成本、检验的损失。像我刚刚看到业者说，你现在要验现在送进去的大概要8月才出来。那请问这个时间点，大家什么都不用卖了吗？好，这个就牵涉到各种检验能量是不是能够配套做好的问题。所以重点还是在于说，事情发生的第一个是善后，第二个是看向未来。接下来我们要什么样的标准来去把关，然后整体的机能能不能真正的提升？那道歉只是老实说，这一时你出来敬个礼之后，总是要去收拾残局吧，把残局收拾好，到底有没有这个能量，才是大家关心的真正重点。食安的问题当然是全民大家都关心的一个问题，没有颜色的一个分别。那不管是中央或地方，怎么样能够让民众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吃到都是安心的一些东西，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环。那未来什么时候能够做到这些，全民大家都在检视当中。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学员们，我们明天见，拜拜。